家人们，深圳这房价跌得也太讽刺了。以前谁不盼着在深圳有套房啊，觉得是人生赢家？现在倒好，当初没买房的反倒成了真人生赢家。那些年咬牙凑首付、背几十年房贷买房的人，现在全成了别人嘴里的笑话，妥妥的大冤种。想想这些年啊，省吃俭用还月供，以为买了房就稳了，结果房价一跌，之前的努力居然打了水漂，心里又酸又无奈。以前别人还羡慕自己在深圳有房，现在倒好，人人都在背后议论当初买早了，连我自己都觉得呀，这事说出来都好笑。谁能想到在深圳没买房，反倒躲过了一劫呢？说是雪上加霜，还要养3个小孩，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太打击了，都没有路给我们走了。深圳房价下跌已完全失控，大量发展商集体砸盘。从10月开始新一轮的价格战，连最抗跌的南山区也扛不住了。眼前这个前海的楼盘，从原来12万单价跌到现在3万9，简直是震惊了房产圈。这让其他楼盘还如何卖房？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，一线城市深圳房价动辄下跌100万，业主普遍面临巨额的亏损，整体市场仿佛陷入一场无声的灾难。2年前，我们花费500多万买的房子成了烫手山芋。2021年2月，深圳房价最高点，我们5成首付275万买了现在这个二手房，加上赠送，实际建筑面积有160平，42厅3卫。刚搬过来有多兴奋，现在就有多鸡肋。当时买房手续都还没有办完，二手房指导价就出台了。在深圳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影响有多大。深圳的房价断崖式跌入谷底，当时还自我安慰说这可是深圳的房价呀，不是别的地方，不可能一直低迷。可是谁知道一晃3年都过去了，即使现在各种刺激利好，首付都降到 15% 了，数量限制也放开了，可是房价依然稳稳地扒在谷底。我们小区同户型房价至少跌了 40%， 我们家就是典型的高位站岗。博主说，房子在手里，每个月房贷压力很大，卖吧只有这一套租房，孩子又没办法上学，不卖吧把首付已经亏得差不多了，左右为难。房子大概就是我们80、90后的最深的痛。没买房的时候，房价蹭蹭的涨，好不容易凑够了首付买了房，结果快腰斩了，让人吐不出来，吞不下去，如鲠在喉。博主说，如果现在问我回到那个时间点要不要买房，我一定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买。当初一个决定让我们多奋斗20年不止，我们普通人根本就没有试错的机会。你敢信？就这个楼盘在深圳它要18万一平，而现在它已经彻底跌入了神坛，现在呢回归了一个正常居住的属性，只要4万左右一平了。当时这里是千万富豪聚集扎堆的地方，但是现在已经落魄成了贫民窟，是无数深圳炒房人的滑铁，跌幅高达 70%。我敢说，这是深圳乃至全国来说跌幅最高的一个楼盘，不接受反驳。深圳房价跌回09年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，各大开发商都快欲哭无泪了。龙华龙岗的房价已经跌到地上，福田南山也大跌 70% 以上。以前没个13万一平都买不到的房子，现在3万多就可以带精装修拿下，而且还是精装红本现房。这位博主是一名房产中介，最近他接到一位粉丝的私信，请他帮忙出售房产。对方当初买的是深圳观澜的热门楼盘，当时还得靠摇号才抢得到，没想到短短2年就亏了200多万。粉丝坦言，丈夫已经失业了，孩子还在海外留学，眼下实在是撑不下去了，只能考虑卖房套现。哪一年买的？21年1月份买的，24年1月份入伙的。当初为什么想买在这个位置？那时候很火爆，先抢一套是一套就买了，5万8一平，647万多。现在我是挂盘价510万。那你现在卖要亏200-300万，心痛不？心痛，割肉吗？怎么办？老公是做什么行业的吗？他原先是做翻译的，现在公司效益也不好，就下岗了。他现在干什么都赔钱，投资什么都没干。那面临中年这个失业，这个整体的经济压力是不是比较大？所以说又要供孩子，他又失业，现在又有房贷。19年咬咬牙在深圳按揭了人生中第一套房子，89平米的二手房，总价320万，算上各种税后的费用是340万。本以为是安稳的开始，疫情后房价一路下滑，
24年初听到房价触底的声音，想着孩子们大了，待客方便，就开始有了换房的想法。后来换了一套大户型，还没等交房就先亏了60万。博主透露，这套老房子自去年挂牌240万以来，价格一路下滑，如今降到了200万，仍然是无人问津。为了维持家庭开销，他不得不打2份工，拼命的赚钱。他感慨道，人到中年真的不能冲动买房，原以为是资产，结果却成了沉重的负担。深圳的房价真的是涨得也快，跌得也快。为什么那么说呢？我生活南山桃源村这个小区前几年最高峰的时候，你们知道卖多少钱吗？就这种小高层的电梯房，92平的3房，我查了一下，应该是卖到750、600万。但是现在你们知道降了多少钱？听说有的房东现在300多万就往外卖呀，真的是太夸张了，基本上跌了将近50%左右你看楼下该有的公交门口地铁、学校什么都有我觉得这里生活还是挺方便的。但是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你们说桃源村这样的小区为什么现在房价跌得那么厉害呀？今年的房价下跌跟去年和前年的房价下跌完全是不一样的，今年的情况更严谨。今年的跌幅虽然不大，但很多都觉得是刻骨铭心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是在往年下跌的基础上持续下跌，以前下跌只是亏本，有的人多亏了点，有的人少亏了点，但还是能及时止损。今年下跌很多出现了跌的贷款额度，就是你把房子卖了，把贷款还了，就剩不了几个钱了，甚至有些人把房子卖了都不够还银行贷款的，害得自己还得再搭钱进去。12.8万一平买的房子，现在只能卖3.8万了。这个不是故事这是深圳楼市最惨烈的车祸现场。曾经深圳的网红神盘南山月亮湾花园，房价现在暴跌了70%了，直接就是膝盖斩。小区70%的业主都是血本无归的，哭都没有眼泪。深圳楼市真的是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风险教育课。以南山月亮湾花园为例，今天我们就来拆解一下房价暴跌70%背后的深层逻辑。博主说，月亮湾花园的楼龄超过了30年，又是海沙建筑，经历几次暴雨，好几栋楼都被评估成了危楼，安全隐患巨大。市场上行的时候，这些问题都是小事，下行的时候则成为了压垮房价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万万没有想到，当初花400万在深圳买的房子，如今跌到了180多万，简直刷新了我对房子的价值观。房子的涨幅真的跟我们普通人没有关系吗？前几天跟朋友闲聊，没房的我们却成了他羡慕的对象。他家是在20年贷款在坪山买了一套3房，现在每个月房贷1万多。因为工作和孩子上学的原因，如今一家3口在南山租房生活，还着房贷，交着房租，养着孩子，每个月都是一大笔支出。每当想到房子亏这么多，晚上他经常睡不着，愁得直叹气。劝我们说，买房一定要谨慎再谨慎，不要盲目跟风，一定要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，不要像他一样走了弯路，后悔都来不及。博主说，这朋友如今陷入两难境地，若低价卖房，眼看着亏掉大笔的积蓄，实在是难以释怀。可是如果不卖呢？这套房子就像一个无底洞，不断吞噬他的积蓄。短短几年时间，他已经亏掉了100多万。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，攒下这笔钱极其不易，往往得靠2代人、3个家庭的合力才能够勉强凑齐。一夜之间天都塌了。你们知道现在深圳的房价跌成什么样了吗？你知道深圳的房价下跌的有多么可怕吗？一套310平的海景房，3年时间亏了2000万，房价跌回08年前，你敢相信吗？如果深圳的房价继续下跌30%，大概率可能发生以下几种情况：中产阶级直接就破产了，大量的企业会持续倒闭，企业也会大幅度的裁员，从而离婚潮相继爆发，法拍房日益剧增。如果说是这种结果，你现在还希望房价继续下跌吗？深圳一家房产中介公司负责人陈先生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表示，市场震荡剧烈，但更令他感到无力的是对房价资讯的言论封锁。他指出，深圳龙华区的房价跌幅尤为明显，目前单价已经跌破每平方米5万块。曾经以6到7万购房的业主，如今面临大约是200万的资本损失。陈先生形容，许多买房者已被剥得精光。身为中介老板，他也经营自媒体。他坦言，若在平台上如实分析房价走势，便会被认定为唱空，甚至连报价都不能提。只要讲实情，就可能被禁止发布影片，根本不让你发声。他曾拍摄一段关于南山4湾开云府的影片，
并且登上社交媒体热搜。该楼盘目前单价大约是5万出头，而高峰期呢曾经达到10到11万，房价几乎是腰斩，是开发商主动调降的结果。陈先生认为，房价波动背后的主导动力并未受到监管，反而是基层从业者成为了打压的对象。谈及行业现况，他透露到，为了促成交易，中介佣金被迫大幅让利，二手房佣金从原本的1%降至0.05%，甚至是0.03%。新房则有高达70%的返佣，零佣金已成为了市场常态，行业生存压力空前。他无奈地表示，业绩极为惨淡，每月仅成交几套房，在深圳仅能勉强地维持生计。今天有中介打电话来说整天没开单，真的是快撑不下去了。我有时呢也在想放弃。目前如果能收取0.07%的佣金也算是不错了。部分业主选择与他合作，正是因为他收费低廉。你敢相信吗？深圳的房价已经跌停了，跌得最惨的就是南山区的这个新房了。3年前10到12万的价格，现在已经跌破4万多了，开发商还给你送精装修，你说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